别下了，别给老百姓留点活路吧。2天2夜雨了，老天爷，你不要下了。这个苞米了，躲起来不是，不躲起来也不是。2天2夜雨了，咱看这苞米里边什么样啊？影响什么样？你看这苞米都蓝了了。哎呀！我代表我们河南4114万兄弟姐妹，求求你不要再下了！我日你奶奶那个逼！你净想这小麦掉价的，你个半个掉价！我靠你祖奶奶！你看这老百姓种这个棒子都倒完了，都挂断完了啊！你这家老百姓的钱就想掉下棒价，你不是老百姓多难？还闺女儿子媳妇都搁外面打工，老头老妈都搁家种着地，为了小孩上学，为了生活啊！这又叫了多少遍了，还都。可是当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，他们的双腿还泡在泥水里面。令我们感动的是，还有孩子。今年的秋收啊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地里面庄稼本来应该是收完晾干，收进粮仓里了，但是今年呀，很多的庄稼到现在都还泡在水里面。俺老百姓、老农民呀，收割是很难很难，玉米得一穗一穗的掰。今年收割1亩地呀，比往年的5亩还难还累呀。大多都是在泥地里面扛着粮食袋子呀，有人甚至在水里面收庄稼呀。有的网友说，干嘛不拉回去摘了？做水里面对身体不好，不是不想回家摘呀，而是根本都运不出去呀。俺家里面种了4亩地的花生，花生现在是全好了，可是搁地里面就是拉不出去，车进不去，运也运不出来。也有网友评论说，当看到他们的双脚泡在水里面时，我真的流泪了。还有热心的网友说，晚上一定要记得用热水泡脚呀。这位女博主强调，去年这个时候小麦已经种上了，大家当时都可以安心的外出打零工了。因为在他们那里，大家不是每个月都有工资拿，还有几个月就过年了，所以能不着急吗？就像网友说的那样，粮食不能烂在地里，爹娘心疼粮食，我们心疼爹娘，就是下刀子也得把粮食弄回去。就像小时候，我们即使再不听话，父母也不会扔下我们不管，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还有一位网友说，如果花生不从地里面拉回家，感觉自己母亲会生病，会吃不下饭，会睡不着觉，还会天天心疼的哭。没有办法，情愿花钱也得把花生给运回来。更有网友说，他是吃玉米时长大的，所以他怎么能看到玉米在地里面生芽呢？再难再累也得把它收回家。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珍惜粮食了，不理解为什么非要泡在水里面也要把它背出来，为什么非要下着雨也要去地里，为什么这个价位了还这么不舍？好在我庄子，你可是不要啊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苦，无论你过得多好，在他们心里来说，他们总怕拖累你。现在在俺农村种地，大都是50后、60后、70后，他们是靠着种地来谋生的啊。现在粮食收不上来，收上来的要么都是发霉了，要么都是发芽了，搞不好还颗粒无收。买种子、买农药、化肥的钱，这都得赔进去啊！不光是不挣钱，还倒贴。通过这次秋收，让我们也明白了，再高的科技，在这连绵不绝的阴雨中，也是寸步难行啊！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结果在这个秋天都看出来了。所以了，没有淋过雨，没有下过地，没有双脚陷在泥里面，永远不会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。没有亲手种过庄稼，没有亲手掰过玉米、拔过花生，也永远体会不到风调雨顺这4个字到底包含了农人多少期待的深意啊！俺河南的雨已经下了2个月了，损失最大的就是俺老农民，别提老农民的心里有多难受了。可就是这样的天灾，
我们没有让任何人帮助俺河南人就算了，还有些不主贵的外省人连风带刺的咒我们、笑我们受灾，甚至还要把雨往我们河南下呀！俺河南人种的粮食为全国做的贡献，敢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为啥没有人关注今年农民秋收的问题啊？现在很多地方的农作物在地里根本就收不上来了，像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，包括陕西、山西还有河北的这些地方，现在都在经历着粮食被淹没、秋收难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看了一下热搜榜的前10名，一个关于农民秋收难的问题都没有呀。可以说现在很多的产粮大省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难道这个事情就不应该被关注吗？进入10月，中国多地仍暴雨不断，洪水灾情延续，黄河流域、陕西、河南、广西等多地都成为了重灾区，大面积农田被淹，房屋受损，交通中断，灾民求救声遭到官方隐瞒。10月1号以来，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累计降雨量已创下1961年以来的新高。随着降雨的持续，黄河出现2025年第1号大片洪水。本来应该从从容容，有难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，睁眼说瞎话。你在哽咽什么了？你在哭，没出息。这是台湾立委王世坚质问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的金句，如今在大陆爆红，只因他的质询也说出了大陆人的心声，尤其是那最后一句没出息，让人联想到中国2024年取消除夕与除夕谐音出席相关。本来应该从从容容，有难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，睁眼说瞎话。你在哽咽什么了？你在哭什么哭？没出息。你瞅瞅这啊，史莱姆啊，好了有20多天，快1个月了个站了，啊，不容易啊！你看看，如果不是的话，这哪的呢？咋弄？也没天晒啊！我不管那以后谁吃花生米，这花生米它都是掉地下，不管跑多远多脏，那都捡起补了，吃了好不好？因为这花生米都是我一颗一颗从这水里给它捞出来啊，这可不是水培花生，这是土生。看看，这昨天下大雨，今天这玉米都在这地上了。我真是不忍心的从车上下来哈，每次走到这个路上，全部都是这晾晒的玉米。昨天下一天大雨，然后这两边的大路上的玉米都没有收，看这玉米发的全部都是芽，上面都是味道。谁忍心叫玉米搁到这大路上，随便叫它淋？昨天大雨下真大，看玉米淋的飘的，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哈。大家都说啊，河南土地都大，看那包谷到该收的季节了都没了，6毛5一斤啊，都在就卖6毛5一斤，单斤带票。给你说个事儿啊，我们今天早上吃啊，咱这块地皮收完了，最起码的是得我盖烂，要干一点，它都干。还有那你这下雨下的时间一下子让了，不知道这后面干啥？哎，好不来你好不？这是俺舅种的那个乌木花生，夏天的时候啊，旱的不得了，一直浇，浇了这将近是3次的水。这到了个收花生的时候，前几天是200块钱啊，200块钱找人薅的，你看这薅呢都朝边了，你瞅瞅，给，这咋弄的？这今年，说实话。这种地啊，水重啊，水蓬，这天气太过反常了。今年预计啊，得赔100多万。这玉米算是炒了一泡臭狗屎了，扔都没地方扔。1.3万包的地，5000块钱赔上了。你看看现在弄的1斤玉米还买不了2个馒头，就这种落法谁能扛得住？
我敢保证，不出半个月，各大平台的专家会蹦出来相继报道，说今年的玉米在夏天大旱、秋天内涝的情况下，依然迎来了大丰收，突破了历史的新高。尤其是安徽、河南和山东3省较为突出。夏天在政府的帮助下完成了抗旱，秋天在政府的帮助下排除了内涝。今年的农民啊，又是收获满满，脸上都透露出丰收的笑容。我说这话你别不信啊，不出半个月，各大牛神鬼蛇都会相继出来报道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鳖孙的专家说的，说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跟农民没有关系。我听见我都想扫脸呼你个龟孙粮食妈的，叫你搁这放屁！我就想问你，你是那娘生的，跟你爹有没有关系？看看这起青岛来的，马上一天了，就背这玉米。你不是农民，你永远都不能体会淋着雨、趟着水、踩着稀泥背玉米的那种滋味。河南人太难了，得给我回家呀！人家家种的地，今年人都不敢杀价钱，玉米6毛钱一斤，你给这种情况搁家咋弄？咋生活？这个路上好多车都是俺玉开头的，搁外面也看俺玉开头的，不容易啊！这干啥的？你拿着纸壳子烧锅吗？不要烧这个，这多少钱一斤？这6毛多钱一斤？给烧这个，烧这个就完了，这个便宜。河南暴雨最严重的城市：第一，河南南阳；第二，河南商丘；第三，河南周口；第四，河南漯河；第五，河南平顶山；第六，河南驻马店；第七，河南信阳；第八，河南许昌；第九，河南开封；第十，河南济源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